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三菱最近出货的 DX 竞币，这一款的话也是等了比较久了，也是比较期待的一款产品。包装的话就简单看，和以往三菱的产品是差不太多的，依旧是个开窗设计，这边就不多赘述。这边直接来看到本体部分吧，整体的体型我个人觉得做的还是比较不错的。相较于电影来说，整体的身形比例把控的还是比较 OK 的。这边拿一个建模来进行一个比较，可以看到还是比较贴近的。头雕的细节其实是非常的多的，像是嘴巴下面那些非常细小的赛星纹都有做出来，不过是水贴的效果就是了。然后身上这个划痕的战损效果也是有刻画的，然后就是这个发光眼的亮度实在是太亮了，导致于整个眼睛的细节全都消失。实际上它是有做一点的瞳孔细节效果，但是比较细小一点。车头的这些进气的这些格栅也是有非常细节的刻画，这点是非常不错的。然后这些管线的话也是有分色涂装，之前有点担心大货是没法做出这种效果，实际上的话大货还是做的比较细节的涂装效果。然后身上的做旧的话也是比较轻微，这回的腋下也是将这个液压感的细节做了稍微的延长，虽然没有像电影那么夸张连在手臂上。然后这边的话就是为了填补一下这个造型空洞做一些细节。我非常喜欢竞臂腰部的这些管道细节，就是有镂空的一个感觉。虽然说身上还是有部分细节并不是特别还原电影，像是胯部底下的一些小细节没有做，但是的话整体的还原度我个人觉得是目前 DX 系列是做的比较好的。细节锐利度什么的也是做的比较 OK， 等于说整体的细节我个人是比较满意的。接着来看它的可动性，头部的话抬头低头幅度是比较小的，侧抬的话完全会把它的这个力量给干涉到，这点比较可惜，这也没办法，造型所限。侧边的话有不少可动性，像肩膀这一块的零件可以轻微的调节角度，然后肩膀这个两个导弹的零件也有多段的关节可以调节，还原电影中这个发射导弹的姿势。平台的话是可以到90度的，然后有平转关节，有轻微的前后活动性。手肘的话是双段的可动，然后就看腰部的这边的关节。腰部的话，腋下两侧这个车灯零件是有独立做一个分件，做一个简单的一个避让。然后腰部的话有左右侧摆以及前后的活动性，分为上下两段。然后前裙甲这些在弯腰的时候有做一些轻微的避让。弯腰的话依旧是龙虾腰的一个设计。在腿部的前方有两片装甲可以活动，侧边的话有一块，背后的话也是有个屁帘，都是用球形关节进行一个连接。然后前踢的话有个轻微的下拉关节，跟以往三菱的产品是一样的。膝盖这边是双段的可动关节，腿部这边的话也是加了一个刹车片的细节。脚腕的话有左右接地以及前后的摆动幅度。反馈说是关节比较紧，但是我这款的话还好。然后这边很多零件是比较细小，虽然比较软，但是玩的时候还是需要注意一下的。然后配件方面给了一个这个呼吸面罩，在这个状态下这个亮度倒是刚刚好，我觉得。然后细节的话简单看，前方这个面罩也是可以打开的，是搭配豪华版的那个夜视仪的一个玩法。然后配件的话就是一堆的手型，简单看一下，开掌手啊、握持武器手以及一个指向手型。然后配件的话给了电影中的一些钩子。手刀的话有两种形态，一种是插在侧边，另一种的话就握持在手上。这两种形态在电影中都有出现过。搭载的话也是比较简单，将侧边这盖板拆下来，只不过侧边的盖板是比较松的。然后的话是这个火种提取器，也在电影中一开场就把救护车给干掉的一个武器。搭载的话就是将前方的手臂进行一个拆卸，进行一个搭载。然后的话就是电影结尾出现的手炮，手炮的话是通过磁控灯点亮，但不得不说磁控灯用的是这个面具，磁力不是特别强，所以有时候这个发光位点的点亮是有点模糊的手感，就比较难受。然后包括于它这个后面我会提到它那个头炮也是一样的问题。头炮的话搭载的话需要将脸头拆下，
然后侧边2个装甲拆下以及前胸的装甲拆下之后进行一个搭载。然后头部这只球冠非常紧啊，建议电水分吹热一下再装吧，要不然是很难装进去的。然后的话再将前方的炮管进行一个搭载，炮管的话也是有发光机构的。总体来说，这款30禁闭的整体把玩体验还是比较不错的，在没有中奖的情况下，整个还原度包括配件都是非常的丰富，可以说是30 DRX 系列目前最好的一款产品。只不过比较可惜，我这款产品中奖了，然后已经准备售后，就是这个手臂关节断裂。目前的话，应该只有我出现这一款。然后大家因为到冬天了，大家玩的时候也是需要注意一下。